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军事力量稳步提升，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，特别是在海军方面，力量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现如今，我国的海军力量以及海军武器的先进程度已经稳居全球前列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我国海军力量已经十分强大，但毕竟这些新航母、新驱逐舰等先进武器装备部队的时间并不长，特别是航母，我国拥有航母的历史还不长，有不少军迷对我军航母舰队的作战能力和配合能力还不了解。大部分关注我国海军动向的军迷都知道，最近辽宁舰编队正在台海海域附近进行年度计划训练，以磨合辽宁舰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。更重要的是培养相关航母编队的军事人才。虽然说辽宁舰每年都会进行计划训练，但为何这次辽宁舰出海训练会受到国际关注呢？原因有两个。此次训练是辽宁舰首次以编队形式进行远海训练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辽宁舰最多是在自家门口兜圈子，起降一下进载机，就算去较远的海域也是单独前去的，且这种情况极其少发生。这次辽宁舰以编队队形前往远海训练，向全球各国发出一个强烈信号，那就是中国海军的目标并不是只保护自家门口的近海，中国海军还要向远洋出发，保护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航线安全和利益安全。这一行动也与几年前中国海军宣传片中的口号理念一致，那就是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。这是我国海军第一次用行动告诉全球，我们要向远洋进发。面对拥有强大力量的中国海军，全球各国，特别是某些西方国家，自然而然是十分关注了。而第二点的原因就更直接了，此次远航训练，辽宁舰航母编队在海上遇见了美军驱逐舰。据媒体报道，近日美军海军网站上发布了一张照片，显示我国海军的辽宁舰在大海上与美军的一艘驱逐舰近距离接触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从照片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来，美军这艘名为马斯汀的导弹驱逐舰正与我军辽宁舰并排航行，且可以清晰地看到辽宁舰甲板上的舰载机，由此可以大概推断两舰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，更可以推断出美军这次是有备而来，故意派出驱逐舰观测我军辽宁舰编队的训练情况。要知道，美军是昔日的海上霸主，其靠着10艘核动力航母独步天下，现在居然关注起我国的航母舰队训练情况了。从这里足以看出，我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已经足以让美国忌惮了。当然，辽宁舰远海训练只是第一步，我国海军向大洋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。根据军方发言人陈述，在未来我国海军仍然将按照计划进行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。这一发言的意思很明显，在以后中国海军将会越走越远，直到足迹遍布全球。自中国海军的第2艘航母山东号服役以来，关于该舰的各类消息一直充斥的报端。但是会有人奇怪，山东号自服役以来一直还未进行远海的航行任务，相比较之下，辽宁舰已经数次远航第一岛链以外，对外展示了中国航母打击群的风貌。据消息人士说，央视播放的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的新闻显示，山东号的各大分子系统正在进行测试和完善，可能很快就会进行远海航行。据南华早报报道，消息人士透露，今年稍后山东舰可能就会在远洋展开训练，这也是该舰初步形成战斗力的必要步骤。央视新闻显示，即便是在疫情严重的时期，山东舰仍然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各类系统测试和完善。有专家指出，航母服役不意味着就能立刻投入使用，由于还有数以千计的项目需要通过测试，航母交付给海军后，至少还需要18个月才能发挥初始战斗力，而这需要全舰官兵、后勤部门、船厂技术人员、分子系统供应商的通力配合才能完成。据央视报道，山东舰全舰有 1.2 万种不同的设备系统，涉及数十个海军部门，可以说是中国见到的最为复杂的海军舰艇。虽然山东舰已经进行了9次海试，但基本都在渤海湾或者南海，大多数情况下距离海南三亚的母港相当近。如今央视的新闻显示，山东号正准备走向远洋，不久后山东号将像它的姊妹舰辽宁号一样，带领南海舰队的打击群穿越第一岛链，走向西太平洋，在菲律宾海进行首次远洋演习训练。甚至有国际媒体刊文称，中国海军不仅仅在展开远洋演训，同时也正在培养训练有素的飞行员，扩大战斗机规模以及壮大航空母舰编队。山东号航母正在为战争做准备。另外，央视视频还展示了舰上的滑跃式起飞甲板，还有1130近防炮。央视记者强调，滑跃式起飞甲板的角度为14度，而不是许多专家所推测的12度。海军专家李杰表示，打造山东舰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虽然从未宣布滑跃甲板的角度，但山东舰的蓝图显示它的起飞甲板也是14度。先前许多专家根据监视我的推理测试，山东舰的起飞甲板角度应该略减，
目前来看，中国海军的2艘航母上的歼15战斗机可能都无法实现满油起飞，对重型武器的挂载也会有所限制，但这也是中国海军必须走的道路。只有在完成这2艘航母的战斗力后，其经验才能保证第3艘弹射型航母的成功。第3艘航母可以实现歼15战斗机的全挂载状态起飞。由于歼15身为重型战斗机，可以携带比其他国家中型战斗机更多的武器，前2艘航母也无需担忧。即便不能改装弹射器，也可以使用大型无人加油机来解决这一问题。而根据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公告，中国下一代的隐身舰载战斗机也已经提上日程，歼15可能只是过渡，届时配备了隐身战机的中国航母的作战能力将会与英美航母持平，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打击力量之一。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的5艘最新海警船将于近日前往西太平洋执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。在报道该消息时，美国方面表示，此举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。毫无疑问，这又是一起针对中国的活动。当然了，倘若美国军方真的有胆子让海警船进入中国领海内，想来现在的美军海警船就不会是安然无恙的了。可话又说回来，美国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之际派出海警船，存在什么样的目的？在分析看来，这或许跟美军所推行的海上包围中国的战略有关。海岸警卫队很可能是在进一步与美国海军、海军陆战队进行军事上的协同。毕竟现在的美国的舰艇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今中国海军的实力相较以前分了10几倍、几十倍，甚至是上百倍。在清楚这一点后，美国想利用海面3大军种进行联合作战，对我国构成巨大的军事威慑。然而这些美国以为的威慑对中国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。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船，但却是一艘破冰船，在执法以及机动性等方面都比不上我国的海警船。海警2901号满载排水量1.2万吨，最高航速25节，可搭载2架直升机，是我国目前拥有的最大的海警船。真要说起来，能建造出世界上最强海警船的国家，除了美国就是中国了。在此之前，美国还派出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在南海展开军事活动。显然，美军临近中国的海域，达到海上包围中国的计划。可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，现在的中国就算面对美国开火都非常淡定，就不用说现在能够用这种方式威慑到中国了。此次美国海警船被派遣到西太平洋，美国网民就表示说是执行任务，其实就是到中国那边执法。中国是个军事威胁度极高的国家，派海警船过去恶心中国人的效果远比军舰少。至少我不信解放军敢击沉美国海警船，叫得越凶，内心就越心虚，这是美国人一贯的作风。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美军频繁派出军舰在中国领海附近挑衅，叫嚣中国的声音非常大，但却不敢真正进入解放军的射程之内。美军其实非常害怕真的惹怒中国，一旦真的进入中国领海内，以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决心，必定会发动攻击。以前是有机会，中国不一定能击沉，现在是敢击沉，但美国不给我国机会了。不过美军不给我们机会，我们也不会创造机会，毕竟中国向来都是和平崛起的国家，不希望挑起战争。消息显示，美国务院发言人在近日声称，美国将取消对伊朗实施的任何与核协议不符的制裁。美国向来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打压就没有停止过，如今态度180度大转变，对外公开向伊朗释放友好信号，这又是闹哪出？值得一提，3月底中方与伊朗签订了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。当时该消息一出，引起不小的轰动，尤其是美国国内，美国人普遍认为中伊签订的协议是冲着美国来的。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中国和伊朗合作对美国来说无异于是一个重击。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很难继续执行制裁伊朗的战略，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除了能够获得伊朗的石油资源以外，还能在中东地区增加军事存在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也就不难看出为什么美国会态度大转变，摆明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美国目的是清楚了，可又一个问题来了，我国网友开始担忧伊朗会不会经不起美国方面解除制裁的巨大诱惑，不再认真履行中伊全面合作协议，甚至说伊朗会不会在美方释放友好信号后再次抛弃中国，倒向美国，接着跟中国作对。事实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要知道伊朗多年来遭受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制裁，导致该国国内经济接连下滑，物资短缺，物价飞涨，民生艰难。解除制裁对于伊朗而言非常重要，不管是民间层面还是官方层面都具有很大的诱惑。再者，伊朗国内有不少的亲西势力，在巴列维王朝垮台后，大量伊朗人开始移居欧美，
仅这2点就足以说明我国网友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。况且伊朗对中期就已经有过过河拆桥、背信弃义的经历，与中方签订协议或许是伊朗别无选择。毕竟美伊关系紧张之际，与中国拉近关系是伊朗最好的选择。可倘若美国态度放软了，伊朗会如何抉择，还是一个问号。不过无论伊朗如何选择，中方其实都已经有准备了。在与伊朗签订的协议中，实际上具体事项合同类很少，也就是我国并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另外，中伊合作也是有坚实基础的。简单点来说，哪怕伊朗与中国合作了，也可以跟其他国家合作，只要不损害中方的利益，中方都乐见其成。当然，伊朗是否会转向美国还只是猜测，并不能确定。毕竟伊朗也不蠢，美国之所以愿意解除制裁，是因为中国和伊朗的战略合作。若是伊朗抛弃中方转向美方，只能说明伊朗自己眼瞎。伊朗只要没有中国背后支持，美国迟早还是会对伊朗清算，早晚都被美国控制。